非常不好意思啊，兄弟们，昨天又没有搞到10斤的椰子蟹啊，但是搞到了10斤椰子蟹，可能是那些大的太狡猾了吧，没有那么容易引出来。不过呢，我是不会放弃的。这5个椰子蟹呢，我本来是想留着做早餐的，但我们今天早上搞到了更好的食物，所以说这些啊就先给它放了，千万不要被它夹到啊。走你吧，看到了吗？舍不得走呢，还想夹我。行了，你要回家吧，估计等我走了啊，它就跑得很快了。大头啊，你这烤的怎么样了？差不多了，快打开吃了吧，我都快饿死了。行了，哇，烤的泥巴都自动脱落了。是啊，我都闻到香味了。这是早上我们现井收获的野鸡啊，考虑到我有点上火啊，大头就用泥巴包起来，给它做成叫花鸡了，一下味道就出来了啊。来，大头，赶紧吃吧，吃完了咱要去干一件大事。行了。这个岛上除了螃蟹，第二多的就是野鸡了。只要你不偷懒，总能有办法吃上鸡肉。我们获取野鸡的方法也非常简单，在野鸡经常活跃的区域布置一些简易陷阱，它路过这里的时候就会被套住，从而让我们收获。吃完早餐后，我们也要开始新的一天了。在岛上生存，必须要有足够的食物来保持一天精力充沛，因为我们每天都会消耗很多体力，比如潜水、制作手工等。如果不吃饱，根本就没有力气去完成这些操作。目前我们正在做的是一种升级版的野猪陷阱，你们是否还记得我们之前曾在这个岛上跑过一只大野猪？这次做野猪笼的目的就是把它重新捉回来，同时我们还想要完成在岛上实现搞一窝野猪的梦想。当然，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，你制作的野猪笼一定要非常完美。3、2、3。这次升级的野猪笼一共拥有4个门，朝向4个不同的方向，这样能大大提高野猪进来觅食的几率。同时，整个野猪笼我也进行了加大，触发装置也进行了改良，不管它从哪个方向进来吃野肉，4个门都会同时落下。目前啊，整个测试阶段我还是非常满意的啊。大野猪跑进来我不敢说，小野猪进来啊基本是没跑的啊，因为我整个围栏全部做了加高，还有加密，还有加固。这个触发装置我也非常满意啊，因为它可以同时控制着门啊一起落下。你们想象一下，野猪过来吃食物啊，它是用鼻子拱的，如果拱到这个野肉呢，它就无处可逃了。在这里面多放点野肉吧，吸引力强一点。好。野猪的鼻子啊是很灵敏的，估计大老远就能闻到这些野肉的味道。秦哥啊，搭这野猪笼搭的累死我了，肚子又饿了。你看现在也没事了，能不能下海搞2条鱼垫吧垫吧？这2天吃的全部是螃蟹和龙虾。就你自己累是不是？我不累啊，歇会儿再去。那行吧，你不给我搞鱼，我自己来。既然大头想吃鱼了，那我们就趁着天还没黑，潜水搞点鱼吃。白天的鱼儿一般分为2种，一是到处游来游去的，这样的根本查不到；还有一种是藏匿在礁石洞里的，这个就相对好查一些。所以我们要选择后者。今天下来，我看到了很多长相怪异的海星，据说它是不好的，所以看到以后，我用鱼叉给了它几下。下来没多久，我就在一处沙地上看到了一个大海螺，这是很少见的蛙螺。来这里挑战这么久，是我第2次看到。没一会儿，我又看到了一个椰子螺。不错啊，刚下来就收获了一个蛙螺，还有一个这个椰子螺。接下来我要把重点放到插鱼的事情上了。探索了很久，我看到了一条石斑，没有犹豫，直接命中。让我万万没想到的是，在我收鱼叉的时候，可能是没有插到要害的缘故，这条鱼居然挣脱开了。它跑进了一个礁石洞里，费了好大劲儿，我才把它掏出来。我看这家伙跑得还挺快啊，幸亏被我抓到了，今天有鱼吃了啊。在插到这条鱼后，我本以为接下来会很顺利的插到很多条，可现实总是和想象差别很大。我看到了好多条鱼，同时也插中了，就在关键时刻，它们总是能逃跑。比如这个扒皮，我都把它从洞里拔了出来，还对着摄影师展示了，下一秒就突然挣脱开鱼叉逃跑了。只要钻进深一点的礁石洞，基本就没机会了。有一些大货则是看到我后变得非常警惕，从而缩进了洞里，根本无从下手。好在插鱼的过程中，我看到了一只龙虾，相对起插鱼来说，抓龙虾就变得容易了很多，只要堵住它的去路，就能轻松收获。要不抓到这只龙虾，我都感觉我今天白下来了，插到好几条鱼全跑了。在我潜水的时候，大头这边也在忙碌。为了让我们的树屋尽快完成，好邀请贝拉来做客，只要有时间，他就会投入树屋的建造。目前已经到了搭屋顶的阶段，经过2天的忙碌，这个树屋已经完全变了模样。目前它变得更宽敞了，视野和通风效果也得到了升级。这树屋啊，明天1天估计就能完善好了，也是时候邀请贝拉来做客了。秦哥回来了。大头啊，
今天可是累死我了。辛苦了，辛苦了。我说我可以啊，又有鱼又有螺，还有个龙虾。本来今天不止这一条鱼的，查到了全跑了。是吗？来，把这些处理一下，咱生火做饭吧。行嘞。在火堆旁烤了好久才缓过来啊！潜水真的是一件非常消耗体力的事情，而且上岸后啊会觉得很冷。这个这些都处理好。为了这顿饭真的是太不容易了，整整忙活到晚上10点多，不过也值了。这估计啊是我们上岛以来吃的最营养的一次了。哇，好吃啊，金哥！那我也开吃了，饿死了。好多天没吃鱼了。秦哥，你最近上火严重，这烤鱼我替你消化了啊。我吃这个椰子鸡就行了。再来个鸡腿。呀，这个鸡肉好难嚼呀，不过也挺好吃的。秦哥，你说咱今天这野猪笼能把之前跑的那都搞回来吗？我觉得能。那野猪在岛上它吃不上椰肉了，看到椰肉肯定蜂拥而上，说不定到时候可以搞一窝呢。那好啊，到时候又有野猪肉吃了。邢老师也是，快来一起吃椰子鸡，给你留了大龙虾嘞。刚刚潜水，我找了一些海螺，我们今天看看能不能用它们在岛上搞几条大鱼吃。我们还是采用石头钓鱼装置，因为这个方法太好用了。但是今天呢，我要把它们放到更深的地方，希望能搞一些大货上来。这次我爬山1个多小时，来到了岛的另一面，因为在这里有更深的礁石区。和上次一样，我把钓鱼装置布置到了鱼儿经常活跃的地方，希望在这里能钓到丰富的渔获。如果能幸运的搞到一条大鱼，那我们今天在岛上就有口福了。把鱼钩布置好后，我也该进行下一步了。鱼钩已经全部都布置好了，海螺我也没有全部用来钓鱼，剩下这些是留着晚上吃的。等待期间也不要闲着，再去潜回水，看看能发现什么。每次潜水我都非常开心，因为在水下你会看到各种各样的海货，比如长满长刺的海胆和利用石头来伪装的马粪海胆，以及到处都是的海茄子。每次看到它们，我都忍不住上去瞧一瞧。不过这次下来，我还是希望能找到一些吃的。果然没一会儿，我就发现了美味的海鲜。这种海带子隐藏得非常好，不仔细看还以为是石头，它和周围的环境几乎融为了一体。但只要你仔细的寻找，还是能发现它的踪迹。在深一点的礁石区，我发现了一种很大的海带子，在它的周围，我断断续续的发现了好几个，就是不知道它们的味道怎么样。这些海带子啊，在海底隐藏的太隐秘了，你不仔细看啊，根本就发现不了它。你看，个个都很肥啊，不知道钓鱼装置收获怎么样了，我们去看看。在我潜水的时候，大头也在忙着找食物。他在山上的芭蕉林附近发现了木薯的踪迹，这种木薯的淀粉含量很高，可以用来做木薯馒头吃。除此之外，他还发现了一个在树上成熟的芭蕉。找到这么多木薯，秦哥估计会夸我的。他现在还没回来，我们加工一下小菜地。这个菜地是我们连夜打造的，后面铺上一层土就可以种植蔬菜了。不过现在还没有种子，只能种植一些老椰子，让它慢慢长成椰宝了。我这边开始检查石头钓鱼装置的收获了，但看到结果令我很失望。前几个钓鱼装置的海螺肉全部被吃了，好不容易看到一个有收获的，却又和上次一样是一条小石斑。看样子这家伙把我的海螺肉吞进肚子了。另外的钓鱼装置也收获了一条小石斑，它就没有那么幸运了，海螺肉都没有尝到味道。最后一个石头钓鱼装置也中鱼了，会不会是大货呢？哇，怎么又是一条小石斑？这也太小了，我们还是放生吧。和想象中完全不一样，不过也不错了。至少有这么多海带子呢，我们先回家。你看这一坨海带的肉很大很肥啊，咱开吃了。太好吃了。这木薯馒头好吃啊！这海带子看着挺多的，实际上也没多少。是啊，不够吃。你上山就看到木薯吗？啊，别的啥也没有了。对了，秦哥，最近很多人说我快变成野人了，一个个都嫌弃死我了。是啊，我看到你都嫌弃。正好咱们今天要下岛，更新一下装备，顺便给你修理一下。好，来，大头，这鱼熟了。好嘞。哇。